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中性电池及储能 ETF。如果你要投资这档 ETF， 你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以及你可能会面临的投资风险。那这主要是我自己的看法不是投资建议。各位要投资的时候呢，还是要独立思考，对自己负责哦。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台美股的投资知识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那我会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投资理财的资源的话呢，也可以订阅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中性电池及储能 ETF。那这档 ETF 的股票代号是00902，那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ICE-FactSet 电池及储能科技指数。它主要会在2022年的1月11号开始募集。那它的申购费用是1股15块台币，那申购的话呢，就要花1.5万块台币才可以申购哦。那它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经理费 0.9%， 管理费 0.2%， 上市费 0.03%， 指数授权费是 0.06%， 那交易费跟手续费是还不知道。那它内扣费用现在加起来就超过了 1.19%。如果你是投资台湾投信它所发行的海外型的 ETF 的话呢，你一定会面临的2个主要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内扣费用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汇率的风险。汇率的风险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台湾去购买海外的股票，那我们台币当然要换算成外币，然后再去购买嘛。所以呢，这部分的话呢，就会有一个汇差的部分。那汇差的话呢，就会有一个汇率的风险。那这2个风险会使你真正拿到手的报酬跟这个指数所产生的报酬是会有差距的哦。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哦。这个例子是台湾发行的一档 ETF， 它叫做00646它所追踪的指数是标准普尔500指数。那这档 ETF 它从2016年到现在为止它的报酬率是 111%。但是各位知道吗？标准普尔500指数，它光指数的报酬率就高达了 150%。这档 ETF 跟它所追踪的指数，这2个报酬的差值呢，就高达了 25%， 而且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就相差了这么的多。那重点就是00646它的内扣费用还只有00902的不到1/2哦。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来投资这种海外型的 ETF 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有个认知，那就是你们真正拿到的报酬跟这个指数它的报酬是不会一样的一定会有所差距。那你们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中间的差值你们能不能接受。那持股种类的话呢，就是30档股票。那风险报酬等级的话呢，是 RR5 是最高的风险报酬等级哦。那核心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它 Top 5加起来就已经高达了 47.56%。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的权重都是在前面几档个股，前5档就高达了将近 50%， 这是非常非常的集中。那成分股调整的部分的话呢，一年是会调整4次，分别是1月、4月、7月还有10月。那各位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内扣费用，内扣费用里面有交易费跟手续费。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看你这档 ETF 它的成分股调整的频率跟它调整的一个比例是多少来决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档 ETF 它的成分股调整就是非常的频繁。那如果它调整的比例又非常的高的话呢，那它的交易费跟手续费就会更高，那就会导致它整个内扣费用就会变得更高。那这档 ETF 它的配息的部分的话呢，是没有要进行配息的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它的筛选规则。首先它是从美国、中国、香港、日本还有韩国、台湾等等具有代表性的交易所当中呢进行挑选，藉由 RBICS 的行业分类，你至少要有 25% 的营收来自于电池相关产业你才可以被纳入这个指数当中。我觉得这个还算蛮不错的因为至少它可以代表说你这个个股它是真的有在从事电池相关产业，而不是说它只是一些题材而已。那流动性的筛选的话呢，它有一个是要求市值要在10亿美金以上才可以筛选进来。其实这个算是没有到那么的严格你要知道的就是以美股来讲，你10亿美金大概也只是小型股的一个大小而已。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这档 ETF 它市值筛选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没有到非常的严格你只要小型股你就可以纳选进来。然后呢，再去加上
这个 ETF 它是属于单一产业的 ETF。那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呢，你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档 ETF 啊，它的报酬波动性啊，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成分股筛选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上游的部分是原料以及设备，要筛选15档。那中游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电池及储能科技的话呢，也是15档。他希望是各15档，然后纳进这个指数当中。但是呢，如果这两个加起来不到30档的话呢，那就可以纳入下游的一些电动车厂所以说呢，它可能会纳进一些特斯拉的股票这都是有可能的。那这档 ETF 啊，它有要求每一档成分股权重不能超过10%，然后呢，中国的部分的话呢，权重不能超过50%因为他怕这档 ETF 真的完全变成一个中概股的 ETF。这档 ETF 啊，它有 53.1% 是中国，然后呢 22.5% 是美国，然后呢 16.7% 是韩国， 6.2% 是台湾，然后 1.5% 是日本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中国还有美国这两个加起来大概就高达了 80% 左右。所以如果你要投资这档 ETF， 因为这档 ETF 它是属于能源类的 ETF， 你一定要了解这两个国家他们的能源政策以及他们的能源补贴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等一下会做介绍。好，那产业配置的部分的话呢，上游是 39.6%就是有关于原料以及设备的部分。然后呢，下游的部分的话呢是 60.4%也就是电池以及储能科技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那回测起来的话呢，报酬是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它的主要的报酬是来自于2020年3月，也就是疫情爆发之后才开始有一个大幅的调整。2020年疫情过后，有什么东西有巨大的改变？第一个改变一定是美联储他们的货币政策他们货币非常的宽松，然后加上低利率的一个状况，还有一些能源政策的补贴导致了一些相关的产业他们资金量暴涨，就会造成他们的股价一直不停的往上升那他们的报酬主要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高达了 110% 的一个报酬。那美联储到底是注入了多少资金到整个股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张图红线的部分是美联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2020年的疫情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已经增加了将近4兆亿美金，然后呢再去加上利息的降低，那这使得股市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资金。那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当资金充裕的时候，特别喜欢往那种充满未来然后美好的愿景的这种产业去流入，然后你会发现说这导致电动车相关的一些绿能产业股价就会上升的非常的快。但是各位也要了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些资金要是到最后被抽走的时候这些产业通常都是受到最大的重创。那美联储最近2022年1月5号他所发表的一个会议记录他们就有表示，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会加息3到4次，并且可能还会进行缩表的一个操作。那这就会造成市场的现金被抽出，那依靠那种美联储他们所发放的资金所撑起的股价，当然就会做出一些回调。那中国补贴他们的产业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是他们取得一个竞争优势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一个国家的政策它可以补贴，然后让一个产业兴起，也会因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导致这个产业衰退。这档 ETF 它主要是追踪中国互联网的一些产业。那这个 ETF 叫做 KWEB， 它从2021年的初到现在2022年初，它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70%。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那主要就是中国政府在割企业的韭菜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常见的中国政府最近割企业的韭菜的方式就是说共同富裕，然后呢再去加上加强的监管，这样就会让企业自动放出手上的现金，然后呢这造成了企业中概股的股价不停的往下跌。所以如果你要投资这档电池相关产业的 ETF， 然后呢它有很大部分都是中概股的话，你一定要了解中国的一些政策风险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则报道。北京当局最近宣布它要减少 20% 的电动车、油电车还有燃料电池车的补助，而且在1月8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施了。那这就会对电池电能的这个产业造成蛮大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从2021年的11月
22号到现在为止，大概只有2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回调了20%。然后这20%还不是只有中概股的部分哦，那 Top 10的成分股啊，每一档个股在这半年的时间啊，都回调了20%以上哦，这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回调呢？当然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中概股的关系哦，中国政府对能源政策的补贴缩减，还有的就是美联储它开始加紧那个货币收缩的一个政策，然后呢导致市场的资金慢慢的被抽出。那这部分的话呢，就会对那些成长股造成一个蛮大的一个影响哦。你觉得00902有哪些风险是你比较难以去接受的？第一个叫做政治政策风险，第二个就是估值偏高的风险，第三个就是内扣费用的风险，第四个是汇率风险，那第5个的话呢，就是请你在下面跟我留言分享咯。好，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这档 ETF 的一个心得啦。其实啊，如果你有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啊，中概股在最近这1-2年的时间啊，其实下跌蛮多的，很多都跌入了深度的价值区。如果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产业啊，其实好像可以开始购买。但是你要了解的就是，他们是在中国他们不是在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市场。中国政府啊，对企业的监管啊是蛮严格的只要北京当局啊，他们魔法棒一挥啊，一个白马王子啊，瞬间都会变成小青蛙就像是我之前所提到的中概股贵州茅台中国政府啊，当局啊，他们只是魔法棒一挥啊，贵州茅台它4%的股权啊，就要无偿给政府这是一件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在中国啊，绝对不是特例所以呢，如果你要投资中概股的话呢，你一定要了解中国当地的一个政策风险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的知识的话呢，记得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不随便股市，只真心反价者 Kevin， 下期影片见，拜拜。它的市值筛选的条件非常的浅大概就是小，不能这样讲。